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毫无疑问的说，韭菜的记忆只有3秒。这轮行情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不断冲高， A 股市场同样也在不断冲高的过程当中，比特币的行情表现在前面行情当中实际上是横盘震荡，但是板块轮动，我们看到比特币、A 股、美股在轮动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道指回调动作。A 股市场今天出现了 1.91% 的调整，那么资金涌向了比特币，连续3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比特币不断冲高上行，目前高点已经逼近6万美金整数关口。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已经到达非常疯狂的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唐僧阳线，那这个位置上是不断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波峰位。因此呢，目前我们对于比特币的判断是处在一个高度的风险期。因此呢，对于会员群的朋友和昨天看我视频的朋友，我给出的建议是在周四左右减仓。为什么在周四减仓呢？原因是本轮行情已经在第3轮次上涨细游的唐僧阳线。那第一轮次上涨细游我们可以看到是23年1月走出悟空阳线，然后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启动在23年6月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后面6到10月是一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23年10月是比特币月，这个悟空阳线最终走了出来，并且活了下来。那上方走出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那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启动时间是在23年12月初。这个位置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连续7周做盘整震荡。震荡过程当中，悟空阳线始终存活，即使是我们看到迅速被打压下来之后快速反弹，这个悟空阳线是存活的。那么这里的上影线呢，这个上影线是由于比特币通过了美国的 ETF 通过之后消息落地变成利空，然后打压了下来，出现了一个干扰性的做空的一个结构。那么行情在悟空阳线始终存活的情况下，目前已经走出了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本周已经出现的唐僧阳线。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一定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呢，大概率是在下周会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提前对仓位进行一定的控制。那控制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周四左右周四左右会出现周四的前后会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高点。目前这个高点59494可能不是最终的高点，但是最终的高点呢可能会略微突破6万美金，突破6万美金之后可能会出现回踩。那这里的回踩，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上涨过程，首先是一个横盘震荡。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股、A 股都在纷纷上涨，但是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股、A 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那以 A 股作为代表， A 股的调整是在 1.9%， 是非常巨大的调整。所以呢，比特币的上行过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未来大概率会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根据当前4小时级别的结构，可能会回踩的目标位有很大概率到达53000美金附近。也就是说，目前行情虽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单边上涨行情，但是怎么涨上去的，有可能做一个对称性的下跌，怎么跌回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BNB 不断上行，目前已经突破了它的上涨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突破之后，目前运行在三角形的背侧的方向，但是这个位置仍然是近焦点附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这个结构已经出现了调整。那这里的调整呢，重新回踩了1440均线、169均线，同时这里的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是有机会走出8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因此呢，对于 BNB 和类似情况的以太坊来说，我们认为
短期的高点可能会在比特币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出现。那由于比特币的冲高，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出现了同步的上涨。那暴涨币种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标准的币种，第一个币种呢是 PEP， 第二个币种呢是 AR，都涨幅超过了30%，PEP 涨幅最高达到了惊人的50%。那在前一天的行情当中，我们就提到了 PEP， 那 PEP 在昨天的行情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PEP 已经出现了解放全人类的一个结构，目前它的一个高点几乎是日线级别上线边之后的一个最高点。因此呢，通过当前盘面的判断对于 PEP 来说，未来还有更多的表现机会。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PEP 目前走出了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出现了一个疯涨。那疯涨之后，目前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可能伴随的是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更大概率可能会走出4小时级别调整因为时间级别切换往往是紧邻的两个时间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容易出现的就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4小时级别调整目前还没有走出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一旦走出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之后，可能调整就将会出现。那么如此巨大的涨幅，目前我们看从4小时可以见到的低点到高点已经涨幅达到231%，巨大涨幅之后，起码有50%的回落之后才是比较好的进场的时机。那同时呢 ，WLD 也是我最近几天经常提到的。那 WLD 我们看到在小日线级别经历了小日线级别两个轮次的下跌细游两个轮次的下跌细游之后，目前有了一定的反弹。那反弹过程当中，上方的一个阻力位在$7.85，这个位置是小日线级别200日均线附近。这个位置站上之后，可能会陆续站上169日均线、144日均线，然后不断上行。同时呢，我们认为对于 WLD 的周线级别来看，目前在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之后，本周是它的一个调整过程。8节阳线后面的这根阴线，我们管它叫做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打死这个妖怪之后8戒打死妖怪之后，上方才有机会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总而言之呢，目前大多数热点币种都出现了板块轮动，纷纷上行。我们要关注没有启动的一些币种，可以看我们最近几个交易日重点提到的 RAY。那在 RAY 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和横盘的收敛三角形。横盘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我跟这个视频的读者和会员群朋友说，下方是一个黄金位，是可以进场的。那么今天也出现了大概7%左右的一个反弹过程。那这个反弹过程能否持续，我们要看它在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能否被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如果一旦突破站上$1.1，那么它的上行过程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目标点位是在$1.5附近。同时呢，根据周线来看，我们认为本轮行情对于 RAY 来说，它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也经历了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调整。那么上方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在$10附近。同时呢 UNI 也是前几天比特币没有暴涨时间段的一个热门币种，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新的悟空阳线已经出现，目前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因为它还没有冲破新高，在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可以让 UNI 的价格回踩一下$9.7，$9.7是小日线级别169日均线附近。回踩这个位置回补前面行情当中，由于多头趋势急速上涨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白区之后，将进入到黄金位的一个位置，所以呢$10附近我们可以缓慢布局 UNI 对于这个流量币种来说，目前有更多的利好，我认为这轮牛市 UNI 绝不会缺席，我给出的目标点位是$100以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